陈大哥，秦坤鹏的生死迫在眉睫，我们如何是好啊？请陈大哥帮我们想想办法吧。陈大哥，小姐，玉凤，求求你了！啊，小姐快起，快起！哎，可是按惯例，落判死刑必须7日内送到刑部。陈大人将落判日子推后2日，加上途中快马加鞭又赢得2天，这样算来，我可以在京城多待4日，但4天之后，我就没有办法了。那陈大哥久在衙门里混事，这次何不在报案时一并将诉状递给刑部大人呢？哦，这个使不得。如果要是一手送公文，一手送诉状，岂不犯了私通之罪？我死不足惜，那秦坤鹏可就死定了。陈大哥说的也是。哎，站住！哎，干什么呢？在这探头探脑的啊！当心把你们抓进大牢里！快走，走走走走走，快走快走！咱们到后门去看看。好。哎，卖西瓜了啊！您看这西瓜怎么样啊？西瓜西瓜啊！哎，好嘞，您再看看这个，这保证熟，您放心吧。怎么样？哎，这好像就是杜甫的后门了吧？是啊。哎，有人出来了，咱们去看看。买完菜啊，你就赶紧回来。哎啊，哎，别在外边瞎转悠。哎，听见没？听见了。老伯。你是？啊，我是老夫人的一个远房亲戚，可是我没有见过老夫人。我今年进京赶考落了榜，我想见老夫人一面，好给她问个好。麻烦您老人家把我带进去吧。这我可不敢做这个主啊！要是落个冒认官亲可不得了。你呀，还是到前门问那个大管家去吧。到那儿，老伯，你看我们也不是什么坏人，就麻烦您行个方便吧，老伯。这可使不得。我看你们俩也不像坏人，年纪轻轻。这样吧，老太太正想找2个打杂的，你们俩就说是来干活的，说不定老太太会喜欢你们俩。多谢老伯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哦，我可没听你们俩说什么远亲不远亲的啊，你们俩可别说走了嘴。哎，知道了。你去买菜吧。哎，你们跟我来。哎，老伯，老夫人和老爷身体还好吧？哦，结实着呢。老爷这会儿功夫啊，说不定在花园里啊练太极拳呢。哎，多谢老伯，谢谢老伯。前面就到了。这么走。好，不要乱望，快走，那是大老爷练功。老伯，晚辈给老大人请安，愿老大人长命百岁。你是谁啊？小民先请老大人恕罪，小民才敢说实话。你抬起头来，你说实话。小民孙建雄，陕西省宝鸡府凤翔县人，不远千里来到京城，只为找老大人申冤诉状。你可有陈冤的诉状？申冤诉状在此。这诉状
是何人所写？状纸是小民所写。你既然说是你所写，那你一定很熟悉这个诉状。你把开头一段念来给我听一听。自为杀害人命，辩诬鸣冤，扶起刑部大人。小民孙建雄，陕西省宝鸡府凤翔县人士，今有义弟秦坤鹏被人诬告。好了，好吧，你到我的书房来。我的妈呀，可吓死我了！老伯，你救人一命，后世有德呢。杜大人要是怪罪下来，我的饭碗就砸了。快走，快走！孙建雄，小民在。我命你把诉状上开头一段给我写出来。是。拿过来。是。孙建雄，你的这个诉状到底出自何人之手？给我从实招来。大人，小民以为，自非我写，冤在我兄。大人何必追究秉墨之人？假如盲瞎申冤，他人代书，大人难道只是字迹而不容情理吗？大人理案，贵在判其情是否有冤，不在识其字出自谁手。请大人三思。你倒挺能巧言答辩的。好吧，我暂不追状出谁手，你且诉说冤情。多谢大人，请听小民从头禀报。哎，小兄弟啊，我和你家相公可是有言在先呐，千万不能够出卖我。大伯您放心，要是老大人责怪，这板子我替您挨。哎呀，你怕更不禁打呀！以上俱是我胞弟孙玉秀、义弟秦坤鹏的冤案，恳请青天大老爷明断。你的状纸我已经看过了，你刚才的陈述我也已经明白了。我一定会责成有关衙门详查底案，如果这其中有差错，那我一定按律驳回。至于你状告知县、知府和总督一节，那你可以分别到九卿衙门和丞相府投诉。本官是无权弹劾朝廷命官的。好吧，你可以走了。
大人。啊，送孙建雄叔府。是。大人。哎呀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你私闯官府，惊动大人，没责罚你啊，就不错了。快走吧，啊，快走吧，啊，走。走吧。大人，跟随孙建雄查明他的来历，立即汇报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有客要求见。哦，哪里来的客人呢？他说他是凤翔县县衙的。啊，请进。是。您请。啊。副台大人。啊，是你呀？找我有何事啊？在下奉钱大老爷之命，特到贵府向大人致谢。谢我何意呀？啊，副台大人，钱大老爷说副台大人明察秋毫，断案公平，到毕县复审时一锤定音，落案似铁，堪称词颂先师，所以特派小人送上好酒一坛，以表对副台大人的敬重。大人，这可是10年的陈酿啊！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？副台大人，钱大老爷让小人转告副台大人，深秋入尾，霜降将至，望大人多加衣衫，免得受凉，伤了贵体。多谢多谢。送客。是，请。谢大人。这个獐头鼠目的恶棍。大人，那这酒，把它扔了。啊，大人，这酒不对，打开看看。哟，元宝，他们这是想堵住我的嘴。原物封存，我另有用场。我看刑部大堂也是徒有虚名罢了。照你这么说，咱们不就白来了吗？咱俩辛苦点倒是小事儿，那小少爷和秦相公的冤屈不就要石沉海底了吗？杜大人已经看出了这个状子是他侄儿所写，只是在书房不便直问罢了。杜汉章叫咱们去九卿衙门和丞相府，这显然是推卸之词。他一定是怕把案子闹大了，得罪了他的同僚与好友，根本就不是出于公心。既然如此，再去一趟也没有用啊。莫不如我们真的去一趟九卿衙门和丞相府？今天过去还有3日的期限，倘若我们去九卿衙门或是丞相府的话，他们再叫你去皇宫告御状，那岂不是越来越没边没样的受他们的摆布吗？对，咱们告御状，找皇上去。哎呀，我的小姐，咱们进刑部见侍郎还费这么大的劲儿呢，咱们怎么能进得去皇宫，见得了皇上呢？是难呐，可是我2个弟弟的冤情就都打入阴山背后不成吗？
既然刑部企图推脱，那么也只能告御状了。可是皇上住在深宫内院，我们如何见到他呀？见不到皇上不要紧，只要能见到皇上身边的人，把状子递进宫里，这个案子就有希望了。陈大哥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啊？我听说9月初9这一天，皇太后要到护国寺进香，到那时候你们拦驾喊冤，告他个御状，皇太后要是接状，你们的冤案就必能昭雪。初9这天，皇太后一定能出来吗？一定能。哎呀，今日才初1，到初9尚有8天之久。陈大哥，那送到刑部的公文，只要我不去刑部呈报公文，没有批复，他们就不敢杀秦坤鹏。那这样不就延误报案了吗？陈大哥，你不怕被杀头吗？事到如今，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我豁出去了。多谢陈大哥。二位快请起。只要你们能见到皇太后，我大不了挨顿打，说我延误了呈报案卷的日子。可是，如果你们被御林军抓住了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。陈大哥慢走。啊，告辞。告辞，告辞了。哦，大人在吗？里屋喝茶呢。哦，好。大人，小人奉命调查孙建行的下落，已经弄清楚了。讲。那孙建行住在升平客栈内。他们跟一个差办模样的人商议，要在9月初9拦皇太后銮驾告御状。我知道了。啊，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小人明白。下去领赏吧。谢大人。哎呀，宁大人，今天劳你大驾给我送来一坛好酒啊！今天给我送一坛什么好酒啊？请大人亲自过目吧。大人一看便知。哎呀，宁铁头啊，宁铁头啊！你不是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吗？啊，你怎么也学会了这一套了呢？啊，大帅，这坛酒是凤翔县的书吏仁义送给我的。他为什么要送这个呢？我想还不是因为秦坤鹏通奸杀人一案吗？他们想用钱财来堵住咱们的嘴呀！宁大人，下官给上司送点礼品，沟通一下感情啊，表示一下自己的敬意，也无大碍呀。你不必多虑嘛。他们要是不送这坛酒啊，我还想不到这一层呢。现在看来啊，秦坤鹏一案可能真有不实之处啊。大帅，您可要三思啊。宁县，这个案子可是你断的啊！人证物证俱在啊，已经落到了实处啊！你怎么今天又说这话呀你？大帅，这是人命关天呐！我们要是处理不好，
那可有碍你我的官声啊！你说的不错。此事是关系到我们两人的声誉，所以秦鲲鹏一案必须尽快了结。怎么了结啊？快刀斩乱麻呀！您说把他杀了？是啊，把秦鲲鹏杀了，这行吗？这有什么不行啊？我一个封疆大吏，驰骋疆场，保卫社稷，连皇上都让我3分。我杀一个通奸杀人的奸夫，有什么不可杀的呀？大帅，可刑部的批文还没有批下来呢。哎呦，我管他什么狗屁刑部啊！这事我说了算，我说杀就杀。大帅啊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您要再三斟酌呀。宁爹头啊，宁爹头啊！你一向是办案果断、干净利索，今天是怎么的了啊？扭扭捏捏、优柔寡断，像个女人。我是怕这，怕个球！有本大帅顶着呢，你怕什么呀？跟你宁爹头有什么关系啊？宁铁头啊，别为一个死刑犯操心劳神的啦！天也不早了，我留你在我这儿喝杯酒啊！宁铁头啊，这酒可是好东西啊！酒壮英雄胆啊！这酒醉解千愁。大帅，您不知道我已经戒酒了，那我就告辞了，好，那我就不强留了，晚上，我走了。客官慢走。好。好，师弟啊，秦鲲鹏压在你的牢中，你要替我好好照顾。师哥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吃苦的。哟，二位客官，里边请。师哥，请请。二位客官要点什么？小二，拿半斤白肉，6两白酒。好的，马上就来。这秦鲲鹏是冤枉的，有人正在替他上告。他的案子呀，迟早会有翻过来那一天的。我知道。就怕总督大人不能让他等到那天。怎么等不到？上报刑部的有关公文，不是还没有批下来吗？总督大人不管批不批，他想杀人啊，一句话把犯人提出来，一刀就宰了。可惜呀，可惜呀，可惜这一世功名将毁于一旦啊！师哥，他就是宝鸡府的知府宁大人。他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？可能有什么心事吧。客官，您的酒小二啊，小二，客官，您的米饭。小二我问你个人呐，你知道不？客官，您问谁啊？秦鲲鹏。秦鲲鹏啊，我知道，不就是那个通奸杀人犯吗？按察院审他案子的时候，我还去看过热闹呢。客官，秦鲲鹏他怎么了？你不必问了啊。小二，我求你一件事今天晚上你把这碗供饭送到土地庙去，替我高喊3声秦鲲鹏，就说有人替他送行了啊！拜托了。客官，莫非官府要处死他？不必多问了。拜托了。好说。您慢走啊，客官。
哎，师哥，看来秦相公危在旦夕了。富贵图敢杀他？怎么不敢？傅大帅心狠手辣，做得出来。那上报刑部的公文要给驳回来呢？人都死了，这驳回来有什么用啊？陕西省有几个总督府啊？这位傅大帅那是熊瞎子搭凉棚，一手遮天。师弟，我们走。哎，二位客官，你们的肉。李大侠，你来了。孙老伯，哎呀，秦相公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这老夫人一直等消息呢。你说这要是再不好，别提了。刚才啊，我到酒店遇到宁信大人在座中，说些话在暗示我们。暗示我们说呀，这个秦相公，秦相公可能今天晚上他就要被杀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是啊，咱们得赶快想办法。哎呀，老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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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来啊！咱们到床上去。来，老夫人，你慢着点。哎呀！宝贝儿，去你的！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哎呀，讨厌，讨厌！宝贝儿，干什么啊？困了吧？睡吧，睡吧，睡吧。说，富贵图在哪儿？在七奶奶房里。哪里跑？哎！来人呐！抓刺客！抓刺客啊！抓刺客！快点！别着跑！抓刺客！哎呀！抓住他！快！抓住！快上！抓！
快快！这边快！我跟你说，那小妞可真漂亮。二位兄弟，把门打开，我要提犯人。提谁啊？邢坤鹏。啊。他们是谁啊？他们呀，走。什么人？别唠叨，快！哎，快！这儿，齐建功，明天他们就要处斩你。什么？明天就要处斩？可刑部的批文还没回来呢。这就是富贵图的意思，叫你死无对证，刑部的批文还没有音信呢。齐相公，你想离开牢房吗？谈何容易啊！快，打开！你们这是？你看，这是李哥的师兄江大哥带人来救你来了。秦相公，快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林捕头，你为什么来此救我呢？嗨，你原来是不相信我们是来救你啊？那好，那我就实话说出来。我确实跟仁义干过坏事，仁义这个豺狼，既然能毒死螃蟹二人，以后也会对我林府下毒手。为了活命，也为了日后能将仁义制裁，我甘愿跟李哥当一个侠士，也算求个美名。所以我今天来救你。多谢林捕头和江大哥，我秦坤鹏不惧生死，只求证明。可衙门里给我定的罪名，不容我不清不白的活下去。是我不能从命。多谢二位侠士的美意。秦相公，你的书念多了，把你念糊涂了。人家要杀你，你还在这等死。你只要一死，你的罪名就成立了，你的清白也就完蛋了。现在只有暂避一时，你才会有出头之日。赶紧走。秦相公，不必犹豫，有什么祸事由我林福兜着。走。走。快！把我也放出去！让我们一块走！让我们一块走！让我们一块走！小姐，你是不是着急了？哎呀，你说能不着急吗？今是9月初7，离皇太后去护国寺进香只有2天了。哎呀，是啊，陈大哥到现在还没来。二位，陈大哥。陈大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2位就是准备告御状的人。这位是地保老伯，要带你们混入护国寺前街。请受2人一拜。秋菊，快去倒茶。老伯，您快请坐。老伯请。好。老伯，你把这事儿再跟他们说道说道。说起这告御状的事儿，远非他比呀。若不是看在陈实跟我儿子从小在一起念书的面子上，我是不敢让你们去冒这个风险。今天天一亮，我就看见9门提督府的官兵们在正阳门、净水坡街、黄沙店道，满城的老百姓都知道，初9这一天是皇太后到护国寺进香的日子。记得3年前有个从天津来告御状的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还没等这个告状人喊出个冤子来，就被那御林军乱刀剁死在路旁。哎呀，惨不忍睹啊！老伯，我这2位小兄弟有胆无知，还请老伯多多教诲。
那是。这兰家告御状虽说是九死一生，可这其中毕竟有个生字。只要告御状的人不把自己看作活人，哎，这个生字兴许就给摊上了。老伯，您什么也别说了，您说我们什么时候跟您走啊？到时候我会来接你们的。好了，那我回去了。哎，那我也回去了。走。老伯慢走。先生，您还没给开方呢。春兰，哎，老夫人，春兰，你扶我起来。哎，老夫人，哎，来，您要干什么呀，老夫人？来。我要面朝着京城。玉凤啊，玉凤，你取经上告，怎么还没个信儿啊？夫人，夫人，老嫂子，没有音信啊，那就告成了。小姐和公差啊，也许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呢。是呀，老夫人。我知道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咱们老百姓告不倒大贪官呐。玉凤的官司就是赢了，也晚了，富贵图就要处决我儿子了。老嫂子，你咋知道的？不要瞒我了，我都听到了。老嫂子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看来我得先走一步了。老嫂子，我这个白发人，不能去送黑发人了。老夫人，春兰呐，老夫人，你一定要替我去收鹏儿的尸首。老夫人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的。他这一辈子活得清白，活得苦啊！老夫人，你一定要生莲发丧啊！放心吧，老夫人。啊，老夫人，老嫂子，老夫人，老夫人。
回来了。怎么，不高兴？哎，出什么事了？孙一凤和秋菊又进京告状去了。哎呀，那得赶快给他们拦回来呀！来不及拦了，已经走了7、8天了。你说这俩鬼妮子还真不怕死。你别太担心了，进京告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。说不定门儿还没找到，这边秦坤鹏的脑袋就落地了。快吃饭吧。哎，彩华，嗯，上次我脱那儿的衣服呢？啊，那件衣服啊，已经让我烧了。烧了？啊，你就放心吧。不行，我还是有些不放心。不放心，那又能怎么办？现在我得找钱树清上朝奉弄银子。彩华，咱俩一块儿上京城，反正咱俩的小命拴到一块儿了。哎呦，二位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啊，您里边，哎，请。哎，秋菊，你去针线铺买10包绣花针来。买那么多针干什么？我自有用处，快去吧。好吧，大帅啊！回禀大人，秦坤鹏被贼人劫跑了。谁？秦坤鹏跑了，反了！敢劫狱！我这些兵都是吃素养孩子的。传令，把4个城门都给我关上，挨门挨户一户户的搜，看他往哪儿跑。走。是。